最近中国河北暴雨成灾有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当地的政府为了救灾宣布接受社会捐款，却有网友在网络上面呼吁这是人祸，千万别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河北水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7月底受到了台风的气流影响，中国的北京还有河北都迎来了暴雨，就连号称600多年从未淹过水的紫禁城也都泡在水里。而其中河北省的涿州更是灾情惨重，洪水几乎把整座城市灭顶，有将近1/6的人被迫撤离，无家可归。不过这起天灾呢，却让很多人骂声连连哦，甚至说这根本是人祸。有人指控有中共的官员呢，为了保护首都北京，无预警的启动分洪措施，把水排到了河北，涿州的灾情才会如此的惨重。甚至还有官员呢，在勘灾的时候说出了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激起了很多的民众不满。难道河北人的命就不是命吗？那到底河北的这场水灾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样回复民众质疑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出远门的路上，你可能也常常被吵到睡不着，或是睡醒腰酸背痛，整趟旅程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很欢迎你来看看 EverySync 放空颈枕。这是第一款有立体支撑护颈跟物理降噪的旅行颈枕，它结合尼龙骨架跟柔软记忆棉，更好的提供颈椎支撑力，不但可以护住脖子，连后脑勺也可以照顾得到。另外呢，还搭配了降噪功能，选用了苹果 AirPods Max 同款网面布料等7层材料，可以降低30分贝的噪音。再加上表层选用300克的满天星布料，透气又好清洁。不管你是要搭飞机啊、高铁，或者上班族想要在办公室睡午觉补眠，这款放空颈枕都很适合你。目前它的嘖已经突破了100万销售，其中最热卖的是颈枕加眼罩的熟睡组合方案。欢迎到资讯栏的连结查看资讯，把握超早鸟优惠哦。这起水灾的起源就要提到前阵子刚经过台湾的杜苏芮台风，以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卡努台风。这2大台风呢，现在在华北地区带来了充足的水汽，而这些水汽又刚好遇到当地的高压系统跟山脉阻挡，就变成了超大豪雨下在北京啊、河北等等地方。根据北京气象局的官方微博从7月29号到8月2号呢，不到4天的时间，北京的降雨量就有将近750毫米，是有仪器记录的140年来最大一次的降雨。那在河北省的这个携台市呢，就更夸张了，短短2天就下了他们2年份的降雨量，总共超过1000毫米。这惊人的降雨量呢，不止把大树林跟爬起冲走车辆，还让很多的地区都停水停电。其中河北省的涿州更是重灾区很多的街道啊，还有住宅区呢，都被泥水淹没，变成了湖泊，水深甚至达到了6到12公尺。根据河北省政府8月10号的统计，目前至少有388万人受灾，经济损失高达了人民币958亿元。而这些水灾呢，也在中国的网络引起了热议。但随着讨论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只是雨降的太多。有人认为涿州会淹到被灭顶的高度，可能跟政府官员的泄洪措施有关。8月2号，中国河北省的应急管理厅就发出消息说，为了防止洪水泛滥成灾，河北陆续启用了7个蓄滞洪区。这个蓄滞洪区是指当洪水太多，可能超过堤防的时候，政府可以把洪水分流到郊区的蓄滞洪区暂时存放，避免造成灾害。而住在蓄滞洪区的人民呢，就必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在分洪之前先离开他们的家，等水退了再根据政府的规定领取补偿。这本来是一个为了保全大局而不得不的做法，像是2011年美国也曾经把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排入人烟稀少的沼泽湿地，让纽奥良市免于洪灾。不过河北省的官员倪岳峰呢，却在看灾的时候说，他们会这么做是为了减轻北京的防洪压力，甚至还强调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这段发言让不少的河北民众很愤怒，批评官员只顾着自己马屁，完全不顾河北人民的死活。根据统计这次洪水泛滥呢，有将近123万人撤离家园，其中蓄滞洪区的民众就占了快86万人，甚至还有民众说他们根本没有收到通知，家里就突然被水淹了。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很多的村民都说他们事前完全没有收到泄洪通知，所以身家财产跟生财工具都来不及撤离，直接被洪水淹没，损失惨重。另外呢，也有人说，就算收到了撤离通知也没有用，公告上面没有写泄洪的时间、泄洪的水量，政府也没有安排撤离的交通工具，想走也走不了。像是涿州码头镇的沙窝村呢，就有村民说，他收到通知后的3个小时，洪水就涨到他们无法撤离的高度，村里面呢有90%人都因此受困。甚至还有网友爆料，他们的村庄明明不是泄至洪区，政府却半夜呢派人偷挖堤防，他们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洪水淹没家园，无能为力。更令灾民愤怒的是，洪水之后各地的灾情频传政府官员却没有全力的救灾。首先，7月底下暴雨呢，华北的灾情就已经陆续传出，网友却发现中共高官们集体神隐，受灾的民众等不到官方救援队，只能够自己上网求助之外，还有网友发出了当年江泽民到灾区视察灾情的影片，暗指习近平至今都没有到过灾区。接着7月28号成都世大运开幕，习近平自此呢也对灾情只字不提，反倒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呢在推特上面用简体字慰问北京灾情，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再来，因为灾情频传有很多民间救援队自发性的前往灾区救援，没有想到却传出有多个组织因为等不到涿州政府的邀请函，无法进入灾区，白白浪费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虽然涿州政府解释过去有很多人呢夸大灾情，等到救援队到了才发现根本没事，因此才有了邀请函的规定，但还是被很多人批评太过官僚主义。但除了批评政府缺失之外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对于官媒发出的报道非常的不满。灾情之后呢，有多家官媒报道各界英勇救灾的事迹，像是救难队派出直升机协助受困顶楼的民众脱困，或是年轻的消防队员呢，因为辛苦救灾吃饭吃到一半就累到打瞌睡等等。没有想到呢，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直升机影片当中的积水呢，只淹到路人的小腿肚，惊险的救援场面呢，原来只是摆拍，而睡着的消防队呢，则是3年前江苏救灾的旧照片。很多人都批评中国政府呢想利用这些正能量的报道转移焦点，掩盖救灾不利的事实。此外，央视报道说，河北霸州的部分村庄因为受到了降雨影响而出现积水，这也让民众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官媒想要带风向，想要把政府泄洪的责任怪到天灾上，所以呢，在8月4号集结了大批的民众到市政府前抗议。但没有想到，抗议到一半突然跑出了一批手持警用防爆盾牌的黑衣人，驱离呢，并且殴打民众，不止民众错愕，也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虽然事发的隔天呢，霸州政府发表了声明，称赞蓄志洪区的乡亲勇于奉献、敢于牺牲，并承诺会提供相关的赔偿。但民怨已经累积到高峰，很多人已经不再信任中国政府。8月4号，涿州市政府呢宣布开始接受社会捐款，引来了很多的网友质疑。他们认为涿州政府在灾后第一次发公告就是伸手跟民众要钱，真的很可疑。再加上推特上面出现有人偷卖救灾物资的影片，很多人都担心捐款会被滥用，纷纷呼吁大家不要捐款。此外，8月10号，河北省政府宣布这次灾害的死亡人数呢是29人，失联的人数是16人，也引起了热议。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数字少到夸张光是8月2号的下午2点，网络上面就有超过800条的求救讯息，其中有些讯息呢还代表了好几个断水断电的村落，实际的受灾人数绝对不可能这么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极力的掩盖灾情。不过也有不少人选择支持中国政府。支持者认为这起的灾难来得太突然，泄洪不管泄哪里都是国家的痛，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不应该阴谋论，应该要一起努力救灾。像是演艺圈当中呢，就有不少人响应了捐款。除了中国男团 TFBOYS 大手笔的捐出300万人民币，台湾明星林志玲呢也捐出了多项物资赈灾。另外，也有人提出报道反驳，在8月1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已经公开承认，这次的洪灾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同时也要求各地方要全力的搜救失联的人员，并非呢完全神隐也没有掩盖灾情。而且8月9号，中国的财政部跟水利部也已经紧急的预拨了10亿元人民币补偿蓄滞洪区的民众损失，努力帮助受灾人民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看到有民众一边清理被洪水摧毁的家园，一边伤心的哭泣，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打拼一辈子的财产以及对于家的重要回忆，就这么被洪水淹没，化为乌有，我们可能也会对未来失去信心，陷入绝望。但更让我们感到鼻酸的是，这些灾民被问到希望政府提供什么协助时，他们擦着眼泪，一脸茫然的说：“还没想过。”
这画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奈。通常一个社会在遭遇到重大灾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期待整个社会能够一起承担重建家园的任务，不管是政府全力救灾，或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能够给予这些灾民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但因为中国政府的资讯不透明，让部分的民众承受灾害的同时，不但难以期待政府的作为，社会大众也因为担心善款不能够被好好的运用而失去捐款的信心。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受伤害最深的仍然还是这些等待重建家园的人民吧。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如果你是中国民众，这次事件会响应捐款吗？ A 会我觉得帮助灾民还是第一优先，不要因为政治口水就牺牲他们。B 不会明知道可能有问题我不会捐，又不是钱太多。C 我可能会自己找有公信力的私人机构捐款吧。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河北水灾。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4月之声以及中国人逆袭。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